朱兄，你可能见过世面，所以你觉得楚风的生死没什么。可是此子天赋乃是老夫生平见过最强，至少在祖武星域是最强的。我觉得只要继续成长下去，他不仅能在祖武星域大放异彩，搞不好还能让祖武星域在整个圣光天河大放异彩。你也应该清楚，我祖武星域在圣光天河的地位是多么的卑微。圣光天河内的很多盛世，我们祖武星域的人连参加的资格都没有。若是在外面相遇，甚至都不敢说自己是祖武星域的人，因为会被人看不起啊。而最悲哀的是，祖武星域的很多人还认识不到这一点，尤其是那些小辈，有些天赋便以为自己多么了不起了，却不知道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祖武星域内，他们的确是人中之龙，可若放在整个圣光天河，话到此处，梁丘大师没有继续说，反而是叹息一声后，才继续说道：楚汉仙、楚轩辕以及楚风，他们都是可以为我祖武星域大放异彩，甚至让整个圣光天河对我祖武星域刮目相看的人。只是如今楚汉仙和楚轩辕都不在了，楚风是最后的希望。我多么希望有一日，一个年轻的身影可以走出祖武星域，而多年之后，圣光天河的任何人再提起祖武星域，都是不敢有轻蔑之意。这种种改变，只因为那个当年的年轻人。梁丘大师说道：一个人改变所有人的看法吗？你对这个小子可真是寄予厚望啊。然而对于梁丘大师的这番话，那位朱姓老者却是讽刺的一笑。楚风他能做到这一点，我坚信他可以，他可以让圣光天河的人对我祖武星域刮目相看，就像如今的祖武星域对楚氏天族刮目相看一样。只是可惜，太可惜了。说这话的时候，梁丘大师眼中不仅是遗憾，更多的还是痛心。想不到你这老家伙大局观还挺强，不放告诉你吧，死亡之门虽然危险，可并不代表绝对的死亡。倘若那个小子真如你所说的那样与众不同，搞不好他就能活着出来呢。那位朱姓老者说道：有活着出来的机会吗？听得此话，梁丘大师神色一动：有，只不过很小罢了。朱姓老者说道：那你可知道是否有人从里面活着走出来过？梁丘大师赶忙问道：有啊，就在你面前。朱姓老者指着自己说道：你进去过，又活着出来了？梁丘大师问道：我若没有活着出来，就不会站在这里了。朱姓老者说道：那若想从那死亡之门出来，对修为有要求吗？梁丘大师问道：并没有太多要求，更多的还是看观察力和毅力吧。朱姓老者说道：若是这样，那可就太好了。此时梁丘大师脸上的担忧之色不仅减退了不少，反而在其眼中还充满了期待之色。你这老东西怎么脸变得这么快？你这么快就不担心他了？朱姓老者问道：你不是说了还有一线生机啊？梁丘大师说道：的确是有一线生机，但是那生机可不是每个人都能把握得住的。朱姓老者说道：你都能从里面活着出来，那楚风就一定可以。梁丘大师说道：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怎么感觉我被你说得如此不堪啊？朱姓老者说道：哈哈，并非是将你说的不堪，而是老夫知道那个小子有多强。梁丘大师说道：你对这小子这么有信心？老者问道：对其他人没有，但是对他我有。梁丘大师说道：好，既然你这样说了，那我也就破一次例，只要那个小子能够在死亡之门内撑住2个时辰而不死，我就帮一帮他。朱姓老者说道：好。梁丘大师立刻应下，只是很快又意识到不对，赶忙问道：那你怎么知道2个时辰之后他有没有死？莫要小瞧老夫，这明镜海内几乎都在老夫掌握之中，连这明镜海内的静心之地老夫都进去过。朱姓老者说道：所以你看得到现在楚风他们的情况？梁丘大师问道：那是当然。朱姓老者说道：那现在他们情况怎么样了？梁丘大师问道：天机不可泄露。朱姓老者说道：你这老东西。此刻梁丘大师也是笑了笑，经过这番对话，他越发的不担心楚风了。首先他从这位朱姓老者的话语之中已经清楚，楚风他们至少现在还没有生命危险，并且就算这位朱姓老者不出手，也是有着一线生机可循的。况且朱姓老者已经说了，只要在里面撑住2个小时，他就会出手相助。而在梁丘大师看来，就算一线生机，楚风都很可能把握得住，区2个时辰那就更容易了。所以此时梁丘大师在看向那明镜海，眼中已经不再是担忧，反而涌现出了一抹期待。他期待着楚风做出一件让朱姓老者刮目相看的事情，来证明他自己，证明他对楚风寄予厚望是正确的。不过相比于梁丘大师，朱姓老者的目光则是比较复杂，他的目光不断移动，就好像他真的能够看到此时楚风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般。被卷入死亡之门后，楚风进入了一个混沌的世界，在这里面他只能随波逐流，过了许久他才冲出这个混沌的世界，而他所落入的则仍然是海域之中。这海域之内暗流汹涌，那种感觉和明镜海一模一样。难道说我又回到了明镜海？楚风心中正有着这个疑问，却忽然一道身影出现在楚风眼前，乃是楚轩正法。楚风，你怎么这么傻？你跟过来做什么？楚轩正法虽然看上去有些艰难，可却并没有生命危险。他的脸上更多的愤怒和心疼。他之所以生气，乃是因为楚风跟了过来，而他之所以心疼，也是因为楚风跟了过来。前辈，我都进来了，您就别说我了吧。楚风笑眯眯地说道。旋即开始仔细打量这里，真是拿你没办法。楚轩正法一脸无奈，旋即问道：楚风，你能否看出来这里到底还是不是明镜海？楚轩正法之所以这样问，那是因为这里的一切的确和明镜海一模一样，但不同的是，这里不存在海面，它们的上方是一片无边无际的岩石，海底深处也有着一望无际的岩石，那岩石坚不可摧，封锁住了上下2端，应该是明镜海，这感觉不会错。但这里应该是一个特殊的海域，只是奇怪，明明进入此处之前感觉到了很危险的气息，为何进入此处之后，这气息却不见了？
楚风陷入沉思。楚风总觉得这里很蹊跷，应该没有眼前所见到的那么简单。忽然，一道钟声响起，那钟声响起之后，整片海水都是为之一颤。而下一刻，楚风能够感觉到这海水中的暗流变得越加冰冷，那种如刀刃一般的刺痛感也是随之增强了不少。楚风尚且能够忍受，可是再看楚轩正法，却已是满面狰狞，双拳紧握，浑身绷紧。显然，这随之增强的力量，楚轩正法已经难以承受了。事实上，也的确如此。楚轩正法进入明镜海，那种暗流的侵袭便开始对其造成影响。之前他勉强还能承受，可是自从那诡异的钟声响起之后，这海水中的暗流变得极为猛烈，楚轩正法已是难以支撑，就连意识都开始变得不再清晰。楚轩正法觉得自己很是危险，这样下去很可能会死。可忽然间，一股暖流自他的左臂进入，席卷全身。那暖流能够与暗流的寒气进行对抗。这种情况下，楚轩正法不仅意识恢复，就连身体也没有那么痛苦了。楚风睁开双眼，楚轩正法发现楚风正用他的手抓着自己的左手臂。不用想，楚轩正法也知道那暖流乃是楚风释放而出，是楚风在帮助自己。前辈，莫要多言，我既然进来了，就要带你活着出去。楚风对楚轩正法说道。可是楚轩正法还想说话，可话没有说完，楚风便说道：前辈，别可是了，您看我还撑得住。楚轩正法仔细打量了一下楚风，这才发现楚风说的竟是真的。那力量他自己承受都感觉自己快要死了，而眼下楚风一边承受那力量，一边又帮助他，可以说是同时承受了2重力量。但是楚风竟然跟没事人一样，这等毅力和承受力简直比他强大了不知多少。其实我也怪可怜的。忽然楚轩正法叹息一声，前辈怎么了？楚风赶忙问道。年轻的时候被你父亲的天赋压制，压的那叫一个难受，老了还要被他的儿子压制。不过这次不难受了，这次舒服，毕竟你在救我的命。楚轩正法笑着说道。听得此话，楚风也是笑了，他没有想到楚轩正法原来也会开玩笑，而且还是这种性命攸关的时候。前辈，这里有些古怪，我们不能坐以待毙，还是观察一下，看看能否找到出口。对于楚风此话，楚轩正法也是表示赞同。随后楚风2人便开始寻找离开此处的出口。然而没过多久，那古怪的钟声便再度响起。楚风无法判断出那钟声具体是从哪个方位传来，因为它是从4面8方各个位置同时响起，远方也有，近处也有，甚至楚风的耳边也有，就好像那钟声是源自于这海水。当钟声响起的时候，所有海水同时都会传来这声音。可最可怕的是，那钟声响起之后，这海水内的暗流竟然再度加强，这让楚风他们确定，只要钟声响起，这海水的暗流就会加强，以更强的力量对他们的灵魂进行攻击，并且每过1炷香的时间，那钟声就会增强1次，这海水的暗流也会随之增强。起初楚风还能坚持去寻找出口，可是令他绝望的是，一番寻找之后，却根本找不到任何出口，哪怕是他的天眼也看不出任何端倪，就好像出口根本就不存在，而他们将被困在这里一辈子。而更加绝望的是，随着时间推移，楚风也是难以支撑。他之前还能快速游动，可现在随着那暗流的变强，楚风也是变得举步维艰，根本就无法继续寻找出口。楚风，放开我吧，我支撑不住了，不要再浪费你的力量，放开我，一个死总比2个死要好。楚轩正法艰难地开口了，尽管楚风一直在帮助他，可是那力量仍然在增强，所以哪怕楚风帮他，楚轩正法也是难以承受。很快楚轩正法便失去了意识，连话都说不出来。可只要楚轩正法还活着，楚风就不可能放弃他。楚风不仅继续帮着楚轩正法，甚至加强了对楚轩正法的保护，可也就导致楚风自己的承受力减弱，渐渐的就连楚风的意识也开始变得模糊。楚风甚至听不到钟声响起，也无法判定时间流逝，只能感受到那难以承受的暗流冲击着自己的身体，而那力量如同刀刃，不是切割自己的肉身，而是切割自己的灵魂，一寸一寸席卷全身。这样下去，楚风毅力再强也会被瓦解。明镜海之上有着4道身影，其中一位是楚灵溪，他虽然已经与深海之谋融合，但还未彻底融合，所以仍旧陷入沉睡之中。另外3位则分别是梁丘大师、朱姓老者以及古明渊。其实是梁丘大师暗中传音将古明渊叫回来的，而能将固执的古明渊叫回来，梁丘大师自然是告诉了古明渊，楚风他们其实还有生机。所以古明渊也知道，楚风除非自救，否则便唯有这位梁丘大师的好友才能救楚风了。2个时辰应该到了吧？忽然梁丘大师问道。尽管梁丘大师对楚风有信心，可是毕竟还是会有一些担心的，他也害怕楚风出现意外。倘若这位朱姓老者能够出手相助，那自然便是最好。梁丘，你慌了，2个时辰还未到呢，急什么急啊？那位朱姓老者说道。朱兄，事关生死，那可实力2条性命，你不必这么严苛吧？梁丘大师问道。说2个时辰就2个时辰。那位朱姓老者态度坚决。那就继续等着吧，楚风撑了这么久，也不差这么一会。梁丘大师说道。他虽然看不到死亡之门内的情况，可他却一直在侧面的试探朱姓老者，所以梁丘大师知道楚风他们还没有死。那个小子的确很能撑，可不要忘记他还带着一个拖油瓶，那个小子为了保护那个拖油瓶，就需要同时承受2重力量。现在的他已经有些支撑不住了，我若不下去，他定然活不成。朱姓老者说道。听得此话，梁丘大师脸色大变，前辈，求您救救他们。而此时古明渊的声音也是响起，因为太过担心楚风2人，他说话间竟然屈膝而动，便要向那位老者施以跪拜大礼。不必了，
不过古明渊还未跪下，便被那位老者搀扶了起来。你这丫头，别总这么客气，老夫可承受不起啊。朱姓老者笑着说道。说完此话，便看向了梁丘大师。梁丘，你说的对，这小子是个人才，看在你的面子上，我就帮他一次。不过死亡之门已经关闭，我也无法进入，我只能进入冥境海最深处的静心之地，通过静心之地的力量来减轻死亡之门内的力量。而听完此话，梁丘大师则是脸色大变。静心之地，非要进入那里才行吗？梁丘大师很清楚，冥境海内有很多危险的地方，死亡之门可以算作其一，但若说最危险的地方，便是静心之地，那甚至是一个连梁丘大师都无法到达的地方。没有办法呀，我都答应了，你要帮一帮这个小子了。进入静心之地后，虽然能减轻死亡之门内的力量，但同时我也会因此而付出代价，这代价就是我会被困在静心之地内。当然，我会想尽办法摆脱束缚。所以梁丘，若79天之内我能活着回来，那便最好。但若是79天之后我还没有回来的话，那就让那个小子去找我。若是那个小子的话，搞不好还能救我一命。记住，79天为限，79天之前不要来找我，79天之后，倘若你们有良心的话，就叫那个小子来救我。话罢，水浪冲天起，那位朱姓老者已是进入冥境海，并且笔直的深入，直奔冥境海最深处而去。而此时，梁丘大师的脸上则是布满了惭愧之色。若是去其他地方还好，可是静心之地，搞不好那位老者真的会死。他虽然不希望楚风死，但却更不希望他的那位老友因救楚风而死。同时，他也将79天这个数字牢牢地记在了心里。楚风并不知道外面所发生的事。楚风被那暗流的力量折磨的失去意识，忘却了时间，而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楚风的意识开始恢复。楚风能够感觉到那折磨他的力量竟然消失了，并且还是彻底消失。楚风睁开双眼，发现自己还在冥境海之内，头顶以及脚下还是那坚不可摧的岩石，而楚轩正法仍在自己的身旁，而自己的手掌仍紧紧地抓着楚轩正法的左臂，甚至楚风还在源源不断地向楚轩正法的身体灌输力量，似乎在自己失去意识的时候也没有停止过对楚轩正法的保护。可尽管一切都很正常，但冥境海却不正常了。不仅冥境海内那折磨他们的暗流消失，汹涌的浪潮也不见了。此时的冥境海就如同海面一样平静，平静的有些诡异。忽然，冥境海之内出现了一道气息，那气息非常的神圣，神圣到楚风为之心动。而尽管这片冥境海之内已经失去了那能够对楚风造成伤害的暗流，可是这冥境海之内，楚风的天眼仍旧没有效果，因此楚风无法观察那气息的来源，想要一探究竟，只能缓缓前行。而前行了一段距离之后，楚风惊愕地发现，下方阻挡自己的岩石竟然消失了一大块，下方仍旧是海水，深不见底的海水，漆黑一片。可是楚风非常清楚地记得，他之前寻找出口的时候，明明走过这里，那个时候这里可是完整的岩石，根本不存在这片深不见底的海水。楚风隐隐间觉得这事情很不正常，定有蹊跷。可是那气息太神圣了，就好像一种召唤一般，让楚风无法抗拒。前辈，此去不知吉凶，不能带您前行了。楚风将楚轩正法放在了岩石之上，并且留下了字条，告知楚轩正法不要乱走，在这里等待他。之所以这样做，是因为这里面实在太大了，而楚风的各种观察手段也是无效。楚风害怕楚轩正法苏醒之后去寻找自己，从而走散。留好字条之后，楚风也并没有直接进入那海域之中。楚风不知道下方是否存在凶险，为了以防楚轩正法跟过来，楚风布置了一道隐藏阵法。楚风这座阵法不仅能将那海域入口隐藏，同时也将那神圣的气息封锁。做好这一切之后，楚风才进入那海域之中。楚风越是下潜，那神圣的气息越强。起初漆黑一片，可是渐渐的，下方竟然出现了光亮，那光芒越来越盛，到的最后下方竟是灯火通明。而楚风能够看到那耀眼的银色光芒来自一件兵器，这件兵器通体银色，长达13米，那是一把战戟，没有特殊的形态，看上去极其普通，可是它所散发的气息却是无与伦比，看不出那是什么级别的兵器，因为它放在那里，它根本就不像是兵器。身处这个距离，楚风能够感受得到，那气息不仅是神圣那么简单，更是舍我其谁，所向披靡，那乃是真正的王者之气。它不仅仅是兵器中的王者，更是此处的王者，是天地间的王者。莫非这是那传说中的斗神之戟？看到下方的一切，楚风心中的第一个想法就是此乃冥境海的至宝斗神之戟。楚风之所以有这个想法，不仅仅是那把战戟所散发出的强大气息，更重要的是，在这战戟周围竟然整齐地站立着一道道身影，那可不是人族，看上去也不像是兽族，因为他们长相极其狰狞。若非要说的话，他们的长相更像是恶灵。这样的恶灵，每个高大100米，而如同这样的恶灵，竟然有着足足上万只恶灵，整齐而立，站列有序，就像是守护者一般，守护着那把战戟。若只是这样，还不至于让楚风惊恐。最让楚风惊恐的是，尽管这些恶灵此时皆是闭着眼睛，似是陷入沉睡，可他们的气息却并没有隐藏。楚风能够感觉到，这些恶灵的身上都散发着相同的气息，足足上万只恶灵竟有着相同的修为，而他们的修为皆是至尊境。尽管他们都只是一品至尊，可是放在祖武星域，这已是极其利奥的。毕竟在整个祖武星域，至尊境高手都是数得过来的，就连10大天族之中，也只有灵狐天族
蛋台天族以及角里天族3个势力拥有至尊境的强者坐镇。而据楚风听闻，除了灵狐天族之外，蛋台天族以及角里天族只有族长才是至尊境而已。由此可以看出，至尊境在祖武星域拥有着怎样的地位，那乃是大多数人修炼一生都无法到达的境界，但只要踏入那个境界，便可以成为整个祖武星域没有人敢招惹的存在。毕竟那可是至尊境啊！这个境界在祖武星域本身就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，但就是这样的至高无上的境界，此时在楚风的下方竟然有着上万个。这样的情形，在恐惧的同时，就连楚风也是为之惊骇。早知道传说中的斗神之戟竟隐藏在这结界门内，就应该让古明渊前辈也进入此处。可是，在震惊的同时，楚风却有些后悔了。虽然下方有着足足上万个至尊境强者，但修武者的实力却绝非数量可以弥补的。而古明渊尽管也是一品至尊，但他的实力却是极强，从他能够轻而易举的击败是血堂堂主就看得出来。所以楚风觉得，倘若古明渊在这里的话，搞不好能够击败那些恶灵，从而拿到这传说中的斗神之戟。可忽然之间，一只手掌落在了楚风的肩膀之上，这使得楚风骇然大惊，快速向前移动数千米之后，才转过身向后观望。而这一回头，楚风才发现站在他身后的并不是下方的恶灵，而是一个人。这个人衣着破旧，如同乞丐一般，个子不高，身材也很瘦弱，一头白发虽然绑在头顶，可发丝却是凌乱，看上去极为的邋遢。而在他的腰间，除了挂着一根长长的烟斗之外，居然绑着足足10个酒葫芦。这位不仅是烟鬼，还是一位十足的酒鬼。不过他的身后却也绑着一把剑，那是一把铜剑，除了是铜制的之外，感受不到任何力量，无法断定那是何等兵器。不过在他的身后，不仅仅背着一把铜剑，还有着一个罗盘。身为戒灵师，楚风一眼就认出那乃是戒灵罗盘。而这位身后的戒灵罗盘品质极佳，乃是少见的宝贝。虽然这位造型邋遢，衣着不堪，可是那戒灵罗盘却是微光闪闪，一尘不染，明显是经过精心保养的。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位对他的戒灵罗盘非常的在意。不过可惜的是，楚风却看不到这位的面容，因为在他的脸上戴着一个面具。嘘，在楚风打量那位的同时，那位其实也在打量着楚风。他先是对楚风做出了一个晋升的动作，随后便向海域的上方游去，还示意楚风跟过去。楚风看得出来，不管这位是谁，可绝对比下方的恶灵安全得多。况且楚风也想知道这位是谁，他为何出现在这里，搞不好他知道该如何离开此处。所以楚风也并未太多犹豫，而是立刻跟了过去。直到他们远离了下方的恶灵之后，那位才停下来。真是想不到，老夫在这里待了这么多年，终于等到了其他修武者。小鬼，你能扛过那暗流的冲击，很不简单啊。那位终于开口了，他的声音有些沙哑，应该是抽烟抽多了造成的，但同时也是有些苍老。楚风也听得出来，这位应该是一位老者，不知前辈尊姓大名。楚风抱拳问道：“老夫的名字不提也罢，小鬼，你帮老夫一个忙，老夫就给你一个好东西。”那老者说话之间，从乾坤袋内取出一颗珠子，那颗珠子不过掌心大小，原本是透明的，可是其中却充斥着绿色的火焰，火焰奔腾，宛如猛兽一般，想要挣脱那珠子。而看到那火焰之后，顿时目光一动，赶忙问道：“前辈，这里面是天赐神力，好眼力，此乃天赐神力的一种，名为鬼炎神力。小子，我看你腰间挂着楚氏天族的令牌，你应该是天级血脉者，只要你帮老夫拿到那把战戟，老夫就教你融合之法，可以让这天级神力归你所有。那个时候，你可就同时掌握着天级血脉和天赐神体2种力量了。”老者对楚风说道。而听到这里，楚风则是内心震撼，面容大惊，就连声音都是有些颤抖，因为楚风忽然想起了他父亲对他说的一件事。在祖武星域有着一位戒灵师，他能够帮助楚风将自己体内的4项神力化为天赐神体，那个时候楚风就可以同时掌握天级血脉和4项神体2种力量。前辈，难道说您就是大名鼎鼎的戒灵师牛鼻子道人？听得此话，那位微微一愣，旋即将脸上的面具摘了下来。这一刻，楚风能够清楚地看到这位的面容，这位面容苍老，眼睛很小，是那种让人不安的眼睛，看上去就和奸商一样，非常的贼。但是他的鼻子却是非常独特，就和牛的一模一样，丑陋至极。而此时，这位老者正用他那小眼睛盯着楚风，同时嘴角也是扬起一抹得意的弧度。真是想不到，老夫的名字如此响亮，就连戴着面具都有人能认出我来了。没错，小子你说对了，那位名震祖武星域的，被世人尊称为天下第一戒灵师的牛鼻子老道，正是在下。前辈，晚辈找您找得好苦，想不到居然在这里遇见了您。当确认这位的确便是牛鼻子老道之后，楚风更加兴奋了。毕竟牛鼻子老道可是能够让朱雀、玄武、白虎、青龙这4圣兽重新化为天赐神力的存在。而楚风朱雀复活术、白虎攻杀术、玄武遁甲术、青龙疾行术，乃是楚风当初年少之时所得到的强力手段。尽管随着楚风修为的提升，这4大秘籍已经丧失作用，可当初对楚风的帮助却是极大的。所以在楚风心中，他们4位绝对不是简单的秘籍这么简单。对楚风而言，他们4位乃是有着深厚感情的前辈。楚风特别希望他们能够重新释放出他们强大的力量，与自己并肩作战。小子，看你这架势，你一直在找我。看着如此激动的楚风，牛鼻子老道也是有些意外。前辈，我的确一直在找您，真是想不到居然在这里遇到了您。楚风说道。老夫一直在这里，已经好多年了，你在外面找我，当然找不到。话说，你找老夫是为何事？牛鼻子老道问道。晚辈想要将体内的天赐神力与我自己融合。楚风说道。你的体内
有天赐神力，把手伸出来，老夫看看。牛鼻子老道说话间，便抓住了楚风的手腕，紧接着，楚风能够感觉到一股力量顺着手腕涌入楚风的灵魂。楚风没有进行阻挡，反而是任由那力量进入自己的灵魂。他知道牛鼻子老道是在查看自己体内的力量。小子，你这体内的天赐神力不简单啊！一番查看之后，牛鼻子老道的眼中也是涌现出了金色。前辈，您能帮我吗？楚风问道。天赐神力越强，想要融合的难度也就越高，而你这天赐神力的力量，简直是老夫生平见过最强。你想将它融合，难度可不小，不如融合我这个天赐神力吧，这个比较好融合。牛鼻子老道举起手中那颗珠子，对楚风说道：“前辈，一个人只能融合一种天赐神力吧？”楚风问道：“当然不是，老夫也曾帮过一个天赐神体，在他的身上融入了另一种天赐神力，使得他同时拥有2种天赐神力。不过你的体内已经有了天极血脉这种力量了，所以你要融合的话，便只能融合一种天赐神力。”牛鼻子老道说完此话，又拍了拍楚风肩膀，笑道：“小子，莫要太贪心啊！能同时拥有天赐神力和天极血脉的力量，已经是很多人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了。若是这样的话，那晚辈还是想将自己体内的天赐神力融合。”楚风说道：“可以啊，但我已经丑话说在前头了，你体内的天赐神力有点厉害，若想融合，难度很高，老夫也不能打包票。”牛鼻子老道说道：“前辈，下面的应该不是普通的战戟，而是那传说中的斗神之戟吧？”楚风忽然问道：“你问这个干嘛？”牛鼻子老道问道：“斗神之戟乃传说之物，它的价值应该比融合天赐神力更高吧？”楚风问道：“小子，我不妨告诉你，那的确是斗神之戟，它的价值的确很高。但是莫说祖武星域，就算整个圣光天河，你去打听打听，除了老夫外，有谁能够将这天赐神力融入你的体内？斗神之戟终究只是兵器，再强的兵器也有无用的时候。但是你若得到了天赐神力的力量，那可是会是一辈子的收获。所以这样来算，你可是赚大了。况且那斗神之戟需要老夫帮忙，你才有机会拿到。老夫若是不帮忙，就你这点实力，别说拿到斗神之戟，还没靠近，你就魂飞魄散，连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”牛鼻子老道讽刺地说道：“前辈，您别动怒啊，晚辈没说不与你合作。”楚风笑着说道：“那你什么意思？那你是觉得老夫让你帮我拿斗神之戟，然后帮你融合天赐神力，是老夫占你便宜了？”牛鼻子老道问道：“晚辈也不是这个意思，其实晚辈只是有一个小小的请求罢了。”楚风说道：“请求？”听得这2个字，牛鼻子老道的小眼睛滴溜溜地转动了几下，这才问道：“你说说看，前辈既然能够帮助我融合天赐神力，也就能帮助其他人。前辈，本来您是要将你手中的天赐神力给我的，但是既然我体内已经有天赐神力了，不如将您手中的这个天赐神力交给我的朋友，可好？”楚风问道：“我听明白了，你的意思就是让我帮你融合天赐神力的同时，再帮助其他人也融合天赐神力，是不是这样？”牛鼻子老道问道：“前辈果然是前辈，什么都瞒不过您。”楚风笑嘻嘻地说道。楚风其实是觉得，反正牛鼻子老道愿意帮忙，那就别浪费这次机会。他是想让牛鼻子老道将那个天赐神力融入到楚灵犀的身上。老夫先问你一个问题，你是从何处得知我能帮你融合天赐神力的？牛鼻子老道对楚风问道。前辈，是我父亲告诉我的，我父亲也是楚氏天族的，他叫做楚轩辕。楚风说道。你父亲是楚轩辕，所以你是楚风。此时牛鼻子老道的脸上有了不小的变化。对前辈，晚辈正是楚风，先前太过激动，忘记自我介绍了，失礼之处还请前辈见谅。楚风说道。原来是自家人啊，我和你父亲那关系可是非同一般，你小时候我还看过你呢，真是想不到这一晃你都长这么大了，自家人就更好说了。你这个请求老夫答应了。此时牛鼻子老道对楚风的态度都是变得格外亲切，就好像见到了自己的后辈一样。前辈，那晚辈该如何做？楚风问道。你在这里等着，老夫会用手段将那些守护灵引走。老夫将守护灵引走之后，你就去拿斗神之戟。牛鼻子老道说道。就这么简单？楚风问道。就是这么简单啊，怎么样，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赚大发了？牛鼻子老道笑眯眯地问道。可是看着牛鼻子老道那丑陋的面容和猥琐的笑，楚风总觉得这件事情没有这么简单。楚风他实在是太想融合4项神力了，哪怕下方那传说中的斗神之戟对楚风来说都没有融合4项神力的诱惑大，所以尽管明知道事情可能有蹊跷，但最终楚风还是点了点头，答应了牛鼻子老道的条件。小子，说做便做，老夫这就去引开那些守护灵。当我把守护灵引开之后，你就立刻去拿斗神之戟。牛鼻子老道他还真是说做便做。话音落下之际，他已是笔直的飞掠而下，声势浩大，在水中也是荡起了强大的涟漪。很快，下方阵阵怒吼响起，那些沉睡的守护灵在牛鼻子老道靠近之后全部苏醒，紧接着阵阵轰鸣不断炸响，那些守护灵已经与牛鼻子老道站在了一处。好厉害！尽管距离得很远，但楚风却能大概看到战局。牛鼻子老道此刻使用手段释放出了上万个分身，如同一个牛鼻子老道大军，与那群守护灵战成了一片。而那些守护灵的修为可都是至尊境，所以牛鼻子老道能与那些守护灵站在一处，自然也是有着至尊境的修为。一品至尊这样的修为，在祖武星域可是顶级的，至少牛鼻子老道的实力可比梁秋成风、无名星云、龙轩大师、狐仙娘娘他们厉害得多。甚至楚风觉得，同为一品至尊，但牛鼻子老道的战力可能比梁秋大师还要强。虽说牛鼻子老道在祖武星域的名声并不好，可是下面的战斗越发激烈，而牛鼻子老道不仅与其战斗，还出言羞辱，
而那些守护灵就好像能听得懂牛鼻子老道的话一样，他们开始愤怒起来，变得越发狂暴。这种情况又持续了一会，牛鼻子老道便率领分身向远处飞遁而去，而那些守护灵竟然齐刷刷的全部跟了过去。想不到羞辱这种事情对于守护灵也有用啊！楚风猜测，若不是牛鼻子老道激怒守护灵，守护灵应该不会去追赶他，毕竟守护灵的主要任务是守护斗神之戟，所以楚风不得不佩服这牛鼻子老道的手段。但仔细想想，老也能够理解，牛鼻子老道自己也说了，他在这里已经待了多年，他为什么待在这里？自然是为利奥得到斗神之戟。而这么多年来，牛鼻子老道为了拿到这斗神之戟，定然尝试过无数种方法，发现一些端倪也是情理之中。不过楚风也越发确定，牛鼻子老道对他所说的不是事实，那斗神之戟肯定不是那么容易拿到的。牛鼻子老道能够释放出上万道分身，完全可以留下一个分身，在他将守护灵全部引走之后，去拿斗神之戟。这样简单的方法，牛鼻子老道不可能想不到，而他没这样做的可能就只有一个，这斗神之戟根本不是那么容易就可以拿到的。尽管已经确定斗神之戟没有那么容易拿到，但楚风还是飞落而下，且张开手掌直奔斗神之戟而去。就算知道这斗神之戟没有那么容易拿到，但楚风还是要试上一试。果不其然，楚风的手掌还未碰到斗神之戟，一股强大的气息便自斗神之戟横扫而出。那气息太强，楚风根本无法抵挡，直接将楚风吹飞开来。强大的力量将楚风吹飞到数米之后，才算勉强稳住身形。你如此弱小，也想拿到斗神之戟？当楚风落地之后，竟然有一道声音响起。楚风抬头观望，发现在斗神之戟身旁出现了一道身影，那似乎是一个人，可又不像是人。这位浑身漆黑，看不清他的容貌，就像是一道影子一般，很是诡异。而最为诡异的是，他的声音竟然和楚风一模一样。你是谁？楚风凝声问道。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想拿到斗神之戟，就需要击败我。那道影子说道。枪！他此话说完，手腕之上竟然出现了一把长剑。看到那把长剑，楚风内心一动，那把剑尽管也是黑影，可那形态以及气息却与自己的蓝玉渊剑一模一样。然而楚风还来不及思考太多，那黑影已是向楚风攻了过来。在他向楚风发动攻势的那一刻，楚风能够感觉到对方的修为，这位的修为与楚风一样，乃是三品尊者。尽管对方的修为与自己一样，并且一切很是诡异，可面对对方的攻势，楚风却根本连兵器都没有拿，而是在对方靠近之后，神级雷纹以及雷霆铠甲同时释放而出。只是刹那间，楚风的修为便从三品尊者提升到了五品尊者的地步。这样一来，楚风便拥有了修为的压制，对方根本无法与自己抗衡。可是几乎在楚风提升修为的同时，那位的修为竟然也是随之提升，与楚风一样，也是提升到了五品尊者的地步，并且在提升修为的时间点，对方的已经来到楚风近前。这个时候，楚风来不及去取出蓝玉渊剑，只能凭借自身的力量来与对方抗衡。可是对方实在太快了，尽管楚风已经提前闪躲，可只见一道鲜血溅起，楚风的左臂还是被对方是击中。这可不是皮肉之上翻开的血肉之中，森森白骨都被斩切了一半，只差一点，楚风这胳膊就被斩切了下来。那位一招得逞，并没有继续进攻，反而是站在了原地，对楚风说道：面对我，你可不要大意。这声音之中充满了嘲讽的意味。见此情形，楚风也是剑眉倒竖。楚风发现这个家伙的身上不仅散发着黑色的雷霆，在他的额头之上隐隐间还有一个神字，尽管都是黑色，可若抛开颜色不谈，那形态以及气息与楚风的神级雷纹以及雷霆铠甲可谓是一模一样。也正是凭借着两种手段，他才能将修为瞬息之间从三品尊者提升到五品尊者的地步。你是我的影子？楚风凝声问道。他之所以这样问，那是因为对方的手段与自己一模一样，就连兵器与自己的蓝玉渊剑也是一模一样。这一切太诡异了，所以楚风断定对方根本不是一个人，他应该是落入了某种幻境之中。楚风觉得此时他面对的对手其实就是他自己。你的影子，你也未免太高看你自己了。不过对于楚风的话，那影子不仅不认同，反而还感到极为不爽。于是说话之间，那黑影便再度向楚风攻了过来。而在此时，楚风的手中也早就亮出了蓝玉渊剑，所以楚风没有退缩，而是挥动手中的蓝玉渊剑，与对方站成一处。越是交手，楚风越是确定对方一定是自己的影子，因为楚风的所有手段他都掌握着，而除了楚风所掌握的手段之外，也没有见他施展过其他手段，并且就连对方的攻击方式、战斗习惯也与楚风如出一辙。不是自己的影子，又会是谁？我的影子，是不是只要击败你，就能拿到那斗神之戟？楚风一边与其交手，一边问道。再强调一遍，我不是你的影子，我的身份要比你高贵得多，并且你也不可能战胜我，你的命都在我的手中。那影子说道。我虽然无法战胜你，但你也无法战胜我。既然你是我的影子，不如商量一下，放个谁怎么样？楚风问道。楚风此话一出，则是换来那位疯狂的大笑，想在我身上投机取巧，愚蠢！如你这种愚蠢之辈，就当死在此处。此话说完，对方的攻势便越来越强，这一次可不是简单的切磋，简直就是要索取楚风的性命。该死！这种情况之下，楚风也是不敢大意，因为对方的攻势是如此的真实，若是稍有不慎，楚风便会被对方击败。若是败在其他人手中，倒也罢了，败在自己影子手中，那也实在太憋屈了一些。楚风，你必须速战速决，因为时间越久，你越危险。可就在此时，忽然一道声音映入楚风的耳中，那乃是牛鼻子老道的声音。前辈，
听到牛鼻子老道的声音之后，楚风便四下观望，想要寻找牛鼻子老道。可是，一番观察之后，楚风却发现这四周根本就看不见牛鼻子老道的身影。不用找了，你的世界里没有我。你现在被困在了斗神之戟所制造的幻境之内，你只有一炷香的时间。一炷香之内，你若是无法击败你的斗神之戟，那斗神之戟将会释放出它真正的力量。那个时候，你可就无法与它抗衡了。牛鼻子老道的声音再度于楚风的耳中响起，并且他的声音极其认真，这让楚风知道他的话可不是开玩笑。所以，我面前的不是我的影子，而是斗神之戟。楚风问道：“也可以这样说吧，你刚刚进入其中的时候，斗神之戟可以复制你的所有力量，包括你掌握的法宝和兵器。总之，你所掌握的力量，他都掌握。但是，那只是他复制你之前的手段和力量。所以，想要击败他，你就必须战胜之前的自己。该怎么做，你应该清楚吧？”牛鼻子老道话到此处，原本清晰的声音竟然开始变得有些模糊。楚风，记住，你只有一炷香的时间，并且只有一次机会，一定要击败他，否则你可能会有生命危险。牛鼻子老道用尽全力说出了这句话，而这句话落下之后，牛鼻子老道的声音也是彻底消失，似乎就连牛鼻子老道也无法与此时的楚风进行沟通了。战胜之前的自己吗？楚风知道该怎么战胜之前的自己，想战胜之前的自己，那就必须现在立刻掌握更为强大的手段才行。只是对方步步紧逼，楚风根本就不敢大意，哪里还能分心去提升自己？况且楚风也没有提升自己的手段啊。对了，秘技。忽然，楚风想到了嗜血魔尊传授自己的秘技。前辈，能否将您的力量借晚备用一用？楚风尝试与那秘技沟通，可是那秘技居然根本不理会楚风，无论楚风怎么说，他都没有回应，甚至就连楚风辱骂那秘技，那秘技竟然也不回应，这让楚风极其无奈。可恶，果然这种时候只能依靠自己了。被那秘技拒绝之后，楚风并没有灰心，反而在他的眼中涌现出了一抹决意。猛然间，楚风倒退而去，退出很远之后，楚风才停下，稳住身形后，楚风双手紧握蓝玉渊剑，先是高高举起，随后猛然落下，对着那斗神之戟劈砍而去。楚风这个动作一气呵成，非常的凶猛。斗神之戟还以为楚风要施展何等手段，不仅没有敢攻过来，反而不由得向后退了退。然而当楚风这道劈斩落下之后，莫说没有任何的强力的手段释放而出，就连武力都没有释放，就好像这只是一个动作，而根本不是什么攻势。可是劈斩之后，楚风则是愣了愣，紧接着便再度抬手，对着那斗神之戟再度施展了相同动作，一次、两次、3次、5次、10次。不过片刻的功夫，楚风已经连续施展了20几次这个动作，而无一例外，楚风的这些动作都没有造成任何的杀伤力。你在耍我？那斗神之戟冷声问道。从他的声音之中能够听出，楚风的这个举动已经将他激怒，可是楚风却偏偏不理会斗神之戟，反而是继续做着这个动作。楚风不仅做得极为认真，偶尔还会思索片刻，然后再继续。楚风这样的举动让斗神之戟越发的愤怒，胆敢如此耍我，你这是找死！猛然间，斗神之戟发出一声怒吼，紧接着雷声阵阵，这海域之中竟然出现了无数道黑色的雷霆。那黑色的雷霆如同巨龙一般在这海域奔腾，那乃是楚风的最强攻击手段——仙境血雷术。仙境血雷术的威力，楚风岂会不知晓？但是楚风却并没有闪躲，而是对着那斗神之戟继续做着那劈砍的动作。很快，漫天的黑色雷霆不断向楚风轰击而去。仙境血雷术的威力本就极强，再加上楚风毫不闪躲，也没有做出任何抵挡之势，很快便被那雷霆轰击得魂飞魄散。然而当血雷术的攻势停止之后，却有5种元素的力量涌现，随后交织，楚风的肉身竟然又再度恢复，是5行秘技的力量。尽管那斗神之戟复制了楚风的修为和所有手段，甚至复制了楚风的兵刃，可是他的战力是与楚风相同的。这种相同的战力之下，楚风的5行秘技可以发挥作用，让楚风不死不灭。所以哪怕是仙境血雷术这样的强横的手段，也无法杀掉楚风。这就是5行秘技的厉害之处。同等境界之内，楚风虽然不能说是无敌的，但是同等境界之内，却没有任何人能够击杀楚风。不因别的，只因楚风有5行秘技在，除非对手的战力比楚风高出一个境界，那样才能够直接将楚风抹杀，否则5行秘技便能让楚风不死不灭。你是依仗这个护命手段，所以故意羞辱我。若是这样觉得的话，那你可就大错特错了。此时斗神之戟竟也不再向楚风发动攻势，反而盘坐而下，就那样静静地看着楚风。楚风知道那斗神之戟为何如此的有底气，毕竟牛鼻子老道已经告诉了楚风的时间只有1炷香而已。1炷香之内，楚风若是无法击败斗神之戟，斗神之戟将不再是楚风的影子，而是会恢复他自己本身的力量。那个时候，楚风将无法战胜斗神之戟。战局如何，将牢牢地把握在斗神之戟的手中。若非亲身感受，我都不知道我这仙境血雷术的力量原来如此强横。那雷霆落在身上，还真是有些痛呢。可尽管楚风也知道1炷香的时间快到了，但他不仅没有丝毫慌张，反而在他的嘴角扬起了一抹淡淡的弧度。看着这样的楚风，斗神之戟则是发出了一声冷笑，他的冷笑之中充满看了嘲讽之意。楚风知道他为何嘲讽自己，他在嘲讽楚风无知，嘲讽楚风无畏。毕竟1炷香的时间就快要到了，所以在斗神之戟看来，楚风的死期将至。正因为楚风明白这一切，所以楚风才不慌，反而是再度对斗神之戟说道：斗神之戟，你可曾听过一句话？你知道我是斗神之戟。斗神之戟有些意外，但很快却又想通了什么。
于是问道：“是那个牛鼻子老头告诉你的吧？”斗神之极，他不仅知道牛鼻子老道，他还猜到了牛鼻子老道很可能告诉了楚风关于他的事。既然他已经告诉你了，你应该知道，一炷香之后就是你的死期。斗神之极说道：“我知道，一炷香之后你就将恢复你自身的力量，那个时候我应该便无法与你抗衡了。”楚风说道：“所以你是破罐子破摔，已经决定放弃了吗？”斗神之极问道：“不，其实我是想感谢你。”楚风说道：“感谢我？”听得此话，斗神之极神色一动，在其目光之中涌现出了茫然之色。他不明白楚风为何要这样说。我当然要感谢你，若不是你，我也不会被逼到绝路。若不是被逼到绝路，我也不会这么快就掌握这个手段。楚风说话之间，便再度用双手握紧了手中的蓝玉渊剑，便再度将蓝玉渊剑高高的举了起来。此时，楚风的嘴角依旧挂着淡淡的笑容，可是在他的眼中却布满了决意，甚至在他的眼中竟然还有雷霆闪烁开来。很快，那雷霆便遍布全身，甚至覆盖了楚风手中的蓝玉渊剑。你这是什么招式？看着全身遍布雷霆的楚风，那斗神之极也是露出惊容。你复制了我的所有力量，难道不知道这是什么？楚风问道。你这家伙留了一手？斗神之极问道。不是留了一手，而是刚刚掌握了一招。说起来还要感谢你，若不是你将我逼到绝境，可能短时间之内我仍然顿悟这一招。对于这一招，我可是期待已久。现在就拿你来试试它的威力，看一看我这一招的威力到底有多强。话罢，楚风手中的剑便猛然落下，一道雷霆光刃呈半月状，便向那斗神之极便横扫而去。这气息，看到那释放而出的雷霆光刃，斗神之极也是有些慌了，赶忙身形一纵，脚下生风，他是施展出了身法，向那一旁闪躲而去。因为此时二人距离较远，尽管雷霆光刃速度很快，可因斗神之极反应及时，则是躲过了雷霆光刃的攻击范围。然而就在那雷霆光刃快要靠近斗神之极之际，竟然忽然产生了变化。原本半月形态，攻击范围不过10几米的雷霆光刃，竟然化作了漫天的雷霆。那雷霆如同浪潮一般铺天盖地，攻击范围足有数百万米。那斗神之极已是避无可避，轰鸣阵阵，雷霆翻腾，肉眼所见之内已经看不到海水，能够看到的只有那漫天的雷霆。而当雷霆散去之后，那斗神之极还是黑影的模样，只是此刻的他不仅趴在地上，他的身躯更是残缺不堪，就连气息也是极其虚弱，就像是一个将死之人。这可不是寻常的招式，你这是什么手段？斗神之极以虚弱的声音对楚风问道。正因见识了楚风这招的威力，他对于楚风这一招才更加好奇。然而当斗神之极问出此话之后，楚风却是忽然半跪在了地上。尽管斗神之极此刻很是虚弱，可楚风也非常的虚弱。可别看自己非常虚弱，但楚风的脸上却挂满了难以掩饰的兴奋之色。因缘际会之下，我曾得到一技法，此技法极难修炼，哪怕我钻研许久，却也无法掌握。而这一招便是那技法之中的第一招，名为一斩天雷线。楚风抬起头对斗神之极说道：“一斩天雷线。”斗神之极目光凝重，显然他已是深深地记住了这个名字。这一招的确不同寻常，不过此招虽强，可你似乎也是付出了不小的代价。斗神之极说道：“的确是有代价，但能击败你也是值了。”楚风说道：“可是我还没有死。”斗神之极说话间便站起身来，尽管斗神之极已是残缺之身，宛如将死之人，可是随着他站起身来，诡异的一幕也是随之发生，他的气息竟然开始恢复。不过斗神之极他刚刚起身，肉身还未彻底恢复，自他的身体之内竟然再度有雷霆出现，那雷霆极为霸道，就像是无数只猛兽开始璀璨斗甚至的身体。这种情况之下，他那仅存的残躯也是开始碎裂瓦解，斗神之极也是变得痛苦起来，这力量竟然还在。看着自己那仍被雷霆肆虐的残躯，斗神之极的眼中出现了不可思议之色。莫要小看我他可是我目前所掌握的最强的手段。楚风对斗神之极说道。而听过楚风的话后，那斗神之极竟然大笑起来。明明斗神之极就快要被楚风击败，并且已无反转于的，此时他居然还这样笑，可以说是非常的莫名其妙。就连楚风也是有些不解，甚至有些不安。楚风之所以不安，自然是害怕。楚风害怕斗神之极还有抗衡他的手段，毕竟对方可是斗神之极。可谁曾想，那斗神之极却忽然开口，虽然修为很弱，但能够掌握这样的手段，你也算是有点本事，勉勉强强你可以得到我的初步认可了。不过也只是初步认可而已，若想彻底得到我的力量，你现在仍然不配。说完此话，那斗神之极的身躯便开始消散，伴随着斗神之极的消散，就连周遭的一切也是开始发生变化，甚至就连楚风所站的位置都是发生了变化。本来经过一番战斗之后，楚风距离斗神之极的距离很远，可是此时楚风就站在斗神之极的旁边。不仅如此，就连牛鼻子老道也是出现在了楚风面前，这让楚风明白牛鼻子老道说的是对的，刚刚的他不过是在幻境之中，而现在他所在的地方才是真实的世界。此时楚风则是闭上双眼，赶忙查看体内的情况。一番查看之后，楚风才总算松了一口气。尽管他回归了真实世界，可是他却仍然非常虚弱，幻境之内的一切也是真实发生过的。所以楚风现在仍然掌握着天雷九重斩的第一斩天雷线，尽管只是第一斩，可这一招的威力却可以斩杀比楚风境界高出一品的人。这一招毋庸置疑可以顶替仙境血雷术，成为楚风最强力的攻击手段。况且这还只是第一斩天雷九重斩，
共有9斩，每一斩的威力都是大不相同。正因如此，楚风才会如此兴奋，因为楚风觉得，若是天雷9重斩他能彻底掌握的话，这个手段可能会让他立于不败之地。哈哈，小子，真是想不到，你竟然真的成功了！牛鼻子老道说话间，便来到了斗神之戟之前，一把将斗神之戟给拔了出来。当他将斗神之戟拔出之后，阵阵哀嚎不断传来，楚风能够看到足足上万道光影携带着那哀嚎自远处飞掠而来，最终那些诡异的光影全部落入了斗神之戟之中。楚风知道那些光影乃是那些守护灵。哈哈，小子，你父亲当年挑战这斗神之戟都是失败而归，而你居然成功了，这也算是青出于蓝胜于蓝了。牛鼻子老道说话间，已经将斗神之戟收了起来，但是他却非常的高兴，笑得那叫一个灿烂。前辈，我父亲也挑战过斗神之戟。楚风问道。对，就如你先前所做的挑战一样。牛鼻子老道说道。可我父亲若是失败了，又为何还能活着呢？楚风很是好奇，你能否击败他？只有1炷香的时间，1炷香之后你便没有机会了。但你能否活下来，还要取决于斗神之戟。不止你父亲挑战过，你爷爷也挑战过，就连老夫也挑战过。当然，找到过斗神之戟，并且挑战过斗神之戟的，可不止我们3个。但在你之前，只有我们3个活了下来。所以，虽说我们挑战失败了，但也算是得到了斗神之戟的认可，否则不可能放我们一条活路。牛鼻子老道说道。听到这里，楚风明白了，就算失败，也不一定死，是生是死，全看斗神之戟的意思。前辈，您知道如何离开这里吗？楚风问道。既然已经成功拿到斗神之戟，那么眼下就需要尽快离开这里。毕竟楚风还不知道楚灵溪的情况，心中还是很惦念的。老夫在这里这么多年，自然知道如何出去，随老夫来吧。牛鼻子老道此话说完，便带着楚风向东方游去。前辈，请等一下。楚风说完此话，便向上游去。既然决定离开，自然就不能放任楚轩正法不管。而当楚风返回之时，楚轩正法已经苏醒，看到楚风的字条之后，他便一直留在原地等待着楚风。见到楚风之后，楚风也并未与他解释太多，只说发现了离开的办法，于是便带着楚轩正法与牛鼻子老道回合。随后他们2人便一同跟随牛鼻子老道而去。斗神之戟拿到手中，这片海域并没有任何特殊的变化。可是楚风他们不知道的是，原本很是太平的明镜海面，却是变得不再平静。原本如镜面一般的海面，涌现出了滔天巨浪，最小的浪花都高达上千米，最高的浪花可达上万米。如此巨浪遍布海面，一眼望去无边无际，就好像这片大海已经沦为了地狱，让人望而生畏。见到这样一幕，就连古明渊和梁丘大师也是无法平静了。梁丘大师怎么会有这样的变化？古明渊问道。虽然不知是为何，可明镜海这么多年来还是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，看来明镜海内定然是发生了巨变。梁丘大师说道。巨变自然是巨变，这不用梁丘大师说，古明渊自己也猜得到，只是他想知道好端端的为何会发生这样的变化。毕竟这样的巨变是让人如此的不安。在不明真相之下，古明渊不仅将背上的楚灵溪抓得更紧，眼中的忧虑之色也是越来越浓。楚风、楚轩正法，你们可要平安的回来啊！古明渊低声说道。前辈，在古明渊满面忧愁之际，却有一道声音自远方传来，那乃是楚风的声音。当这个声音响起之后，古明渊和梁丘大师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可是他们还是不由自主的向楚风声音所传来的方向看了过去。而这一看不要紧，2人的面容顿时变得精彩起来。在远处有3道身影在快速的向他们飞掠而来，其中不仅有楚风和楚轩正法，就连另外一个人古明渊和梁丘大师也是认识，那一位自然便是牛鼻子老道。在牛鼻子老道的引路下，楚风他们找到了离开那片海域的出口，而出来之后便立刻前来找古明渊等人。楚风，你们居然出来了，是怎么出来的？此时古明渊和梁丘大师主动迎上前去，看着楚风和楚轩正法，竟然并无大碍，他们既激动又好奇。而楚风此时的目光则是放在了楚灵溪的身上。深海之谋融合成功了，楚风问道。彻底融合还需要一点时间，不过已经无大碍。梁丘大师说道。那真是太好了。听得此话，楚风内心倍感欣慰，他们做了这么多，冒了这么多风险，就是为了楚灵溪。而眼下既然楚灵溪可以治愈，那楚风也就觉得之前吃的苦值得了。楚风，你们是怎么出来的？还有怎么会和这个牛鼻子在一起？古明渊问这话的时候，还瞥了一眼牛鼻子老道，那目光有着几分敌意。古明渊似乎很不喜欢牛鼻子老道。是这位前辈带我们出来的。楚风指着牛鼻子老道说道。他带你们出来的。然而对于楚风此话，梁丘大师却是眉头皱起，在他的眼中不仅充满狐疑之色，还直接对牛鼻子老道问道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梁丘，瞧你这话说的，我怎么就不能在这里？可是我从那死亡之门内将这2位给带出来的，你们不感谢我也就算了，怎么一副审犯人的模样？牛鼻子老道虽然嘴上这样说，可是对于梁丘大师这种态度，不仅没有生气，反而是笑眯眯的。就你能从死亡之门内将楚风他们带出来？古明渊开口了，他与梁丘大师一样，对牛鼻子老道充满了不信任。你们信不信我都没关系，你们问楚风，我可是有人证的。牛鼻子老道指着说道。的确是这位前辈带我们出来的。楚风说道。梁丘大师，古族公主，的确是这样。就连楚轩正法也是开口为牛鼻子老道作证。楚风小友，楚轩正法小友，你们2个被他骗了，他哪有这个本事能从死亡之门内给你们出来？你们能够安然，乃是多亏了朱兄啊。梁丘大师说道。可是楚风还想解释，毕竟的确是牛鼻子老道带他们找到了出口，
不过楚风话还未说完，梁丘大师便说道：“楚风，你不用替他辩解了，你一定是被他欺骗了，我太了解他了。”梁丘大师此话说完之后，古明渊也是再度开口：“楚风，你涉世不深，不知道这牛鼻子是个怎么样的为人。你们能够脱困，靠的乃是朱前辈。”看着梁丘大师和古明渊的样子，楚风便知道他们两个对牛鼻子老道一定有着很深的误解，一时之间可能也解释不清，所以楚风也不再过多的解释，而是问道：“对了，朱前辈呢？”朱前辈得知你们进入死亡之门，便要帮助你们脱离困境，所以他前往了静心之地。古明渊说道：“静心之地，那里是什么地方？”楚风问道：“明镜海内的很多力量，其实都是源自于阵法，而既然有阵法，自然就有着可以主宰所有阵法的阵眼。静心之地可以说是明镜海的阵眼。朱兄他说他无法进入死亡之门，将你们带出来，便只能进入静心之地，利用静心之地的力量来减弱死亡之门内的力量。大概是你们进入死亡之门2个时辰之后，他便进入了静心之地。对了，你们可有感觉？”梁丘大师问道。2个时辰之后吗？具体时间我也记不清了，因为那片海域很是诡异，每过一段时间就会响起诡异的钟声，而伴随着那钟声响起，那海域之内的力量便会增强。后来因为无法承受那力量，我的意识都开始模糊，也记不清时间了。但是不知为何，那强大的力量却忽然消失了。而既然朱前辈帮助了我们，那这件事情就很可能就是朱前辈做到。楚风说道：“一定便是了。”相比于楚风，梁丘大师则是非常的确定，看得出来和对牛鼻子老道的态度不同，梁丘大师对那位朱姓老者可谓是非常的信任。对了，前辈，您说您在那片海域待了多年，可是那诡异的钟声是怎么回事？您可清楚？而您又是如何抵挡住那强大的力量的？楚风对牛鼻子老道问道。楚风坚信，就算是古明渊进入那片海域，也无法承受那样恐怖的力量。按理来说，牛鼻子老道待了那么多年，更不可能承受得住那样的力量才是。你们在的是岩石之上，那里会敲响死亡钟声，你听到的越多，承受的力量便越强，直至死亡。但是我在岩石之下，岩石之下是没有死亡钟声的，而岩石之上的死亡钟声也不会无缘无故消失。能够让岩石之上的死亡钟声消失，并且进入静心之地，那这个人的本事可是有些利奥的。楚风，那个所谓的朱前辈到底是何方神圣？这样利奥的人物，我牛鼻子也想认识一下。牛鼻子老道说道：“那是我的朋友，不过他应该不想认识你这种人。”梁丘大师的话语之中充满了挖苦之意，看得出来，梁丘大师对于牛鼻子老道当真是很有意见。那可不一定，说不定我与他志同道合呢。然而面对梁丘大师的挖苦，牛鼻子老道不仅不受影响，反而一副期待。可以看得出来，牛鼻子老道的脸皮那是相当的厚。不过此时的楚风却更想知道他们之间到底发生过什么，会有如此深的矛盾和不信任。